当青少年说没有人懂我，父母可能立刻跳出来回应，我当然懂，你只是太任性。然而，这样的回应非但没有解决问题，反而让孩子更感觉被否定。共情是一种像魔法一样的能力，让父母能真正进入孩子的世界，理解他们的感受和想法。学会共情并不难，只需要一些技巧和耐心，就能让亲子关系更紧密。永杰是一个国3学生，最近正准备期末考。有一天晚上，他把门摔得震天响，怒气冲冲地对妈妈吼道：不要再烦我了！妈妈一脸茫然，心想，我只是问他数学复习得怎么样了，怎么就炸了？妈妈的第一个反应是回吼，这什么态度？妈妈只是关心你。但看到永杰满脸通红，眼眶泛泪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忍住怒气，转身离开了房间。晚上，妈妈端着一杯牛奶，敲了敲永杰的门，可以聊聊吗？永杰默默地点了点头。妈妈坐下后说，刚才你生气得很厉害，我猜你是不是觉得最近压力很大？永杰的眼睛一亮，是啊，数学题太难了，班上同学都会做，只有我不行，感觉很丢脸。妈妈拍拍他的肩膀，温柔地说，我懂，你一定觉得自己被题目困住了，好像越努力越没用，对吗？永杰低声回答，对啊，我真的好怕考不好，让你们失望了。妈妈笑了笑，其实你的努力已经让我很骄傲了。我小时候也被数学题折磨过，但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那晚他们一起解了一些数学题，还约定每天练习半小时，逐步解决难题。妈妈的共情让永杰打开了心门，亲子关系也因此更上一层楼。共情的3个技巧：一、倾听并确认情感。当孩子表现出情绪时，父母需要停止教导模式，先专注于倾听，确认他们的感受。我听到你说自己很沮丧，是不是因为最近作业太多？这样的回应会让孩子觉得被理解，进一步愿意分享更多内心的想法。2、避免否定与评价。许多父母会本能地说，别那么玻璃心，或这根本没什么大不了。这些话虽然出于好意，但会让孩子感到被忽视或轻视。共情的关键是站在孩子的立场，而不是急于给出结论。例如，你现在觉得被忽视了，是不是让你很难受？这种表述能让孩子感到父母在乎自己的感受。3、一起寻找解决方案。共情不只是感同身受，也包括一起面对问题。例如，你觉得我们可以怎么做，让你的压力小一点？这种互动不仅能解决问题，还能让孩子感到被支持。实作练习亲子共情练习。练习1：情感反射。与孩子聊一件他们最近的烦恼，并尝试用我猜是不是觉得
来反映他们的感受，看看孩子的反应是否变得更正面。练习2，情境模拟，创造一些假设场景，例如，如果你的好朋友突然对你冷淡了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和孩子一起讨论情感应对方法，帮助他们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情绪。练习3，共情日记，每天花5分钟记录孩子表现出的情绪，并尝试用一句共情的话语来回应，例如，今天你看起来很高兴，是不是因为和朋友相处得很开心？结语，共情是亲子关系的润滑剂。共情并不是一件需要高超技巧的事，它只是表达对孩子的真诚关心。当父母愿意放下高高在上的角色，用心理解孩子的感受，就会发现亲子关系变得更轻松、更温暖。共情不是仅仅懂，而是用行动去支持。让我们一起用共情为亲子关系注入更多爱与理解。